回来了，看一下啊。衣柜里还挂着你的衬衫，咖啡杯晚上好呀，你的习惯。我的那个掉了，我试着把记忆一件件拆散。我们是已经改了一些了，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然后有一些是边上课边改。我翻开日记本想重新填满，可没有你我世界一片。就是爱都没法太多都不理又不在，我不相信什么不切实际就要乱。晚上好呀。我先把这些文件夹命名一下，这是交作业的顺序。依旧老时间结束吗？今天作业比较少耶。我盲猜是，反正9点半之前应该能结束吧。如果就是问题比较多的话，可能都迟一点。哦，已经30了，都没发现。我们就开始讲吧。我们是按这个作业提交的顺序来讲的，然后有一些，我是提前已经改过了。看看第一个宝宝，也是非常的美貌，非常美貌。然后的话，问题就是一些小问题，我感觉这个已经就是非常的美了。第一个呢是，哎，这个共享窗口被暂停了，稍等，我给它刷新一下。是的，卡住了，我得稍微抬头看一看，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美。然后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一个是
这个腿可能就说不够宽，因为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一点紧身的，然后我们两条腿加起来的话，它好像还没有这个腰宽，所以我们要给它加粗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等比放就可以了。就是这里。就是我已经把这个圈出来，等比缩放了。然后这个缩放之后的话，可以看到就是手会，就是看起来比较细了。所以我们给这个手也是等比缩放了一下，把这个小臂、大臂这里是合适的，然后是把脖子这里给它加粗了一下，有看到吗？这里是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头发的发丝可以加一点，这个就看个人画风了。看到这里有写一个是宝宝在啊，这种画的好美，已经爱上了。第二个是颜色，就是红色的那个阴影可以给它加一层那个高光闭色。我看一下我在哪儿改的。在这个标注层改的，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最开始是没有拉开的，就感觉亮面和暗面的饱和度都就是差不多。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亮纯暗灰，给它把这些填一个稍微灰一点的颜色具体怎么选呢？我好像在另一个作业里面讲的，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怎么选这个稍微灰一点的。我们先吸这个阴影色，然后色盘往这个左上走，一般往左上这些就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扫上去之后你看一下合不合适。比如说太鲜艳了，我们就再往左走一下，是吧？然后如果太那个就是说太灰了，我们给它往右拉回来一点；太深就往上呗。看一下，找一个图层，找一个新的。然后这个边边的话，可以看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给它加一点深一点的，然后再给它做一个那个灰一点的颜色。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会有结构一些。当然，我觉得就之前画的看起来透透的也很好看。然后上面的话是一些就是我个人觉得可以就加的东西。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比较主观嘛，就是比较主观，大家看看就好了。主要有一些宝宝就是可能也需要就是看一下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啦。然后我们看一下改了哪里。第一个是头顶，我们先从头顶开始讲吧。这里是最开始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一片的，没有做什么变化，所以我把这一块给它就是拿出来做那个。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很火的蛋糕切片裙子？就和那个的原理是一样，我们就是切了一块下来，给它做了一个别的东西。这里我是给它做了一个琴键，因为感觉这个蓝色和黑色和这个钢琴的那个黑色是有一点像的，所以是想到了这个琴键。然后琴键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乐谱，乐谱的话，我们可以就很多人他画的那种这样流动的，是不是有点像牛奶？所以这里是做了一个牛奶五线谱，可能有点看不出来，就是大家去如果出色的时候，可以给它打一个标注，就是让大家能看出来这个东西。然后这里是一些什么草莓，这个是一个小羊的音符，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下节课会讲的一些联想的东西。然后是这个耳朵的话，我们可以如果是长耳朵，是可以画一些比较可爱的护耳的，比如说这个
我们经常看到那种发带嘛，发带它的下面有一些是有2层这种小花边的，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个。然后我这里加的是那个，因为牛奶盒的，可以看到牛奶盒的这个，它像不像一个小房子？然后它的盖子像一个小烟囱，所以我感觉这盖在上面有一种那个小房顶的感觉。然后我们在小房顶上面可以有什么？可以有一个小鸟，是吧？这样的话就比较的丰富了。然后这里的话是可以给它画一个白色的蝴蝶结，就有一种从这个牛奶盒里面流出来的牛奶的感觉。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那个牛奶盒的，就有些牛奶盒它会在边上有一个这样的小标签，写那个它的一些信息。是的，是的，上面的那些小翅膀是拖尾。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想它豪华一点，就可以把这些空隙用那个拖尾给它填充一下。但是这个就是不是只有拖尾可以填。如果你是一个有围巾的角色，你可以画长一点，把下边这些填充上，或者说，我想想。就除了拖尾，还有那个裙罩之类的，都是基本上可以这样弄下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原图上的那个细的蝴蝶结，总之就是，如果你想要豪华一点的话，可以把那个东西给它衍生下来。刚才讲到那个耳朵边上是讲完了，然后是领口，领口一开始的话是有点看不清结构的。我们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是被那个蝴蝶结挡住了。然后这种的话，最好还是把结构给它画出来。这个主要是，呃，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去接稿、接定制，然后发给单组，他可能就会一直问你，老师这个结构是什么呀？这样的话需要就是进行一个沟通，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这些给它画出来。或者说，如果你就是给自己画的话，发给那个接稿老师嘛，他可能也会就是问你，这里是一个什么结构，所以我们就最好给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往下，这里一开始的话是只有那个还有袖子也是，就紫画的红色，我感觉有一点大片，所以我是画了一点白色的小东西，给它加在上面点缀一下。这里是提到了一个个人项的小方法，就是用小物去点缀，然后横花边，然后竖的这个蝴蝶结去给它破形，就是类似我们汉字的这种，它是一个交错的感觉。这里是，感觉给它不对称一点，这里给它加了个蝴蝶结。其他好像是没有加什么了。还有就是边上的小动物，我们可以给它穿点衣服，看起来会让画面更完整一些。还有它可以就是拿一点小道具，比如说给它拿一个魔法棒，然后魔法棒可以掉一点小星星下来，或者说它可以给你拎包或者抱一个花束，它可以就是在边上进行一个互动，让你的画面看起来更生动一些。这里是加了一个那个群照，这个的话，是感觉就这个，我个人会就是加一个让它看起来蓬松一点吧，因为这里和这里就都有这个颜色，我个人可能会给它拿白色的裙罩隔开一点，这个就比较个人向了。然后的话是裙边，嗯，这个最开始的话，它是只有这个的，我们看起来这个裙子就不是很飘逸，就不是很蓬松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小羊裙，它的下边都是这种比较轻飘飘的那个花边的，然后看起来它会比较的可爱，所以可以给它加一层。
大概就是这些。然后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感觉好像把这个腿环遮住了，所以给它画了一个下来。如果感觉遮住的话，也可以就是把这个花边画成比较透明的。大概就是这些。宝宝还有什么就需要问的东西吗？我喝口水。好的，好的，能帮到宝宝就好。真的画的好好看，真的画的好好看。然后第二个宝宝，这个我还没有改，这个是我刚才就是正在看的一些东西，我们来就是现场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好像那种小绵羊啊，好可爱，好像是小毛球。这个宝宝他的问题，就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做这个大阴影。哦，对了，我记得就群相册里面好像有宝宝有留言，但是我忘了是哪个宝宝了。就群相册的话，要写的东西最好放在画面上，因为群相册，我记得从某些地方进去它是不会显示那个留言的，所以可能会漏掉。最好把就是想要问的问题写在这个画布上。好，那我们继续讲。一个是大阴影没有做出来，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细碎的小阴影。然后大阴影的话，我们一般是怎么去做呢？我拿一个正片叠底。首先，我们头发是要区分那个前后关系的嘛。我们头发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些是特别靠后的，比如说这一块，这一块我们延伸下来啊，这些其实都得涂成这个颜色。我们朝这里看一下。我一般是跟着这个主要一点的发丝，跟着它画这个搭印，然后靠近人物边上的也可以给它打上阴影，这样的话可以把就主体和它隔离开，这样就不会看着太碎。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裙子这里也是有阴影的。可以看到吗？这里宝宝是画了光的，也是比较的仔细，但是我们的头发也是要这样处理的。这个的话，嗯，就是它比那个后面的无脑小细化要重要的多。就是大家觉得画的很累的话，先把大阴影画了。就是那些小细节什么的，后面有一些宝宝就是画的比较少，也看起来就是比较的清新好看，是吧？我们主要还是得把这个阴影给它做上。讲到最后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把改上面是3点照微笑的，应该这个应该可以的吧？只是说你3点之后交的话，好像打卡算一次补卡。可以的，可以的。这样的话就不用再等下周了。啊，诶，这个我记得是那个，就迟交算一次补卡吧。交作业这个就是打卡方面得问班主任他们耶。我就不那么仔细了，随便画一下吧。可以看到就是做了之后，
整个画面是没有那么碎的感觉，有主次了。这宝宝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一下最开始的那个阴影哈，最开始的好像，哎，最开始的是这一层吗？如果这个粉色的是阴影的话，打的薄度有点太高了，我们可以往灰了走一下。现在有点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位宝宝他的光是从左上打下来的。左上打下来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它是应该就是阴影很少的，然后阴影应该打在这个地方，阴影是在这儿的。这个的话就是要多观察了。然后包括这个发丝也是可以，就是不要做的那么细碎，因为我们的那个发片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底部给它做一个阴影。它不是说就是直接从正面过来的光，它毕竟是从左上嘛，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这个底部的有一丢丢厚度的感觉。当然这个最边上可以少加一点，不然的话我们的重心就不是特别靠中了。我赶紧讲一下后面的，然后是，可以看到刚才看到的一个蝴蝶结的厚度，这个有一丢丢小纸片了。蝴蝶结的厚度给它怎么做呢？我在旁边画一下，可以看到它是蝴蝶结，它整个是在这里的嘛。然后我们的首先是中间的这个，我们也要朝这边弯。然后靠你最近的，靠你最近的是大一点点，靠你远一点的小一丢丢，就窄一点。然后我们的边上给它做一个圆角，这个有点太尖了。为什么要做圆角呢？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纸片，然后给它这样弯过来的，所以它这里是一个圆角。下边的话，蝴蝶结那个尾部就跟着画就好了。这里有点画的太窄了，看起来不像同一个丝带的。如果它是这一根里面的，其实还好。如果是这一根里面的话，就把它这个底部给它改成一样宽就好了。这个也是做的有点大，这样的话会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就是这个布料看起来会很薄，那种，嗯，就不是很厚的那种布料，看起来有点丝绸的感觉吧。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是把两边给凸出来的，如果它比较厚的话，这个它其实是比较宽的，对吧？它可能把那些空隙之类的挤得比较小。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风向统一是因为我们的头发已经朝这个左边吹了，然后我们有些东西它没有往这边飘，我们可以给它就统一一下。这个球球其实也可以飘一下，但是它比较重，给它稍微画斜一丢丢就好。然后这个草莓也是，就可能要稍微往左边一点。这种飘起来的就还好了。然后的话，第四个是毛绒，
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点毛绒，但是又有一点那个普通布料的褶皱。我们就是把它统一一下。如果你是普通的布料的话，我们就不要用这种毛毛的东西了。如果你是普通的，我们可能就直接用这个很普通的线就好了。如果你是这个毛茸茸的，才用这种弯弯的线。以及这个毛绒的话，一般它不会就是陷得特别进去啊，它陷进去的话，最多就是说你把它扒拉开，它也是那个比较顺的，把它从这边扒拉开，它可能也是那个毛比较多的那种感觉。在这个上面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是鞋底。鞋底的话，看一下这个。首先我们看脚在哪儿。好，可以看到这个鞋头是稍微有一丢丢歪。我们顺着这里画一下，然后这个底部的话，我们最好还是给它做一个那个小跟，因为这样它可以就暗示你的这个造型。如果你是直接画平底的话，可能就是说要多注意一下它的。可以看到是吧？这个比较靠后了，但是它又画的比较宽，这个透视很容易画的不对。这里给它提起来，这里提起来。这边没有画鞋底，这个是鞋子的脚。这个一定要朝下画，往内收一点也行。这里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这里是我们的鞋头，然后鞋底给它粘上去了。我们要画在下边一点，这里才是你的鞋底，然后上面它是一个别的区域了。好，所以这个的话，它主要问题就是，这里粘上了，这个地方粘上了，然后就是脚后跟，没有给它把那个透视做好。透视的话，我个人给它做出来就是把它往下滑，不要飘出去了，不要飘出去了，除非你是那种这样往外的那个鞋底。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这里也是风向。然后蝴蝶结也是和刚才那个一样的问题。我们用圆角去做一下。脸的话，我先画一下。然后它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眼神好像就看的不是一个方向。我们主要是眼睛的话，一定要看同一个方向。这里画的有点瞪眼。可以看到吗？刚才有一只是往中间的，有一只是往右边的。我们就是给它都往同一个方向，然后这个
睫毛可以往下一点，看起来比较萌。然后眼睛也会显得大一些。脖子有一丢丢长，其他的话其实还好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萌萌。这位宝宝在吗？还有就是想要问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了。好的，好的，看一下这个手，稍等。大概就是有一丢丢小高低肩，给它修了一下。OK，那我们就下一个吧。这个，哎，是不是这位宝宝留言的呀？我去群相册看一下，稍等。手机应该能看到吧？不是，是什么？不是。好的，是这位宝宝留言的感觉在无效细化，这个也是和刚才有一样的问题。哦，好的，好的。刚才的宝宝是那个阴影没有做出来，然后这位宝宝他是这个阴影好像有点，太多了，可以看到吗？就是它光照的地方很少，但是身上光照的地方又很多，我们也是给它统一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光也是从左上打过来的。好，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要像这个衣服一样，是吧？然后我们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球体，它打在的是这个方向，但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发打在了这里，所以我们只要把那个，你可以把你的阴影擦掉一点，把我们的那个亮面给它放出来。或者说因为我这个本身画的比较淡的话，也可以像上一位宝宝一样给它再加一层阴影，因为本身比较淡，再加一层应该也还好。我可以看到这个靠后的我们也是有光的，不是说就在后面就没有了。然后无效细化大概就是这个二分没有给它做好。我看一下，直接这样改效果会不会好？
看一下边缘，边缘也是给它弄一点光上去。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前后的那种区别。然后我给它勾一下。这有点乱，有一点抽象，但是大概都是这么个原理，和刚才上一位宝宝就是一样的问题。我这里就随便画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用最深的那个阴影给它涂上去，其实也是效果会好一些的。里面确实有点太淡了，可以给它里面加一层阴影。看到我们基本上和这个差不多吧，得。这上面这里其实也有一点个人感觉不够深。啊，这个脸也很可爱，发现宝宝们都很会画脸。就宝宝感觉的无效细化可能是颜色没有拉得太开。哎，我好像上课的时候就是有提到过，上一期有个宝宝也是他，那个线稿颜色好像拉得太浅了，然后显得细节变少了很多。我们的阴影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拉得太浅的话，就看不到你做的那些细节了。但你觉得太深了不好的话，可以就给它往稍微灰一点，去拉，这样好结合一点。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分出这个前后之后，它就看起来比较有细节了。哪怕就是说没有上那个，有一点渐变的那个东西。然后头上也是，我们给它做深一点，给它卡一点闭塞吧。啊，这个长鬓发和短鬓发也是可以，就是加一点深一点的颜色的。啊，这个头边上可以加一点发丝，这个话可以在那个最上面的一层，比线稿还要上面的那一层给它加，很方便。在那一层加的话，让我们的头发有一点蓬松的感觉。
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腰好像和我看一下，这个腰有一点太弯了，因为我们的那个人体是一个这样的椭圆，它弯的地方大概是这里。我们前面肚肚还是稍微比较平的，我们可以给它掖一下。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像穿在身上的一些。然后是这个扣子，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丢丢，有一丢丢歪，应该是这个背带给它画的太边上了。当然这些就是小细节了，感觉有些宝宝可能是就画的太赶了，所以有一些小细节没有去就好好的修一下。这个裙子好像是刚才掖到了，可以看到我把这个提上来之后，然后我们给它挪出去一下。好，现在看着就是比较的有川子的感觉。写一下那个阴影要拉开，太浅会吞细节。然后这个也是没有顺着我们的裙子来走，因为裙子它现在是一个圆锥的感觉。我们再往上的话，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总之，它就是近大远小嘛。我们这个有点反着来了，给它顺着这个线画一下。这个蝴蝶结，哎，这个阴影是从哪儿的？这个蝴蝶结怎么阴影是从右上来了？我们把这个光源统一一下，给它画这儿。这种小东西可以给它稍微画大一点，因为画小了看不清，然后就会觉得哇，画了这么多，为什么就是看起来没什么东西呢？这种小的给它画大一点，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画了很多的感觉，而且很丰富那种。然后是腿，腿的话也是有一点太弯了，可以看到吗？因为它前面我们的腿前面是有一个骨头的嘛，所以它就是不会太弯。可以看到这里，这有点太弯进去了。我们给它往外一点，然后这个小腿肚好像有点高，给它压下来。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脚踝能不能连上脚。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和这个脚是有点连不上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和左边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就这里给它弯进去了，所以就宝子看着可能是连上的，但是别人看到它可能是一个断掉的状态，我们给它连上。我们从脚去连吧。然后膝盖顺着这个往外翻一点。脚的话感觉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稍微有一丢丢小。然后第二个是小腿前，这算是前方的部分，不要太弯。这里有骨头，其他的就是一些褶皱的问题了。我把这个取消掉。褶皱的话，我看一下，大概是这一块，不是那么的好看，因为它是那种就比较轻松的这样散下来的，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用这个这样逆三角的感觉，因为这个逆着的感觉是有一点就收缩在这里的，就有一种你的这个是绑在这个地方的。我们给它用这个正的这种，给它有一种飘飘的感觉。下面的花边也是顺着给它画一下。大概就是这些啦。这位宝宝在吗？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吗？这个光源统一。好的，那我们就下一位啦。稍等，我倒个水。这个宝宝也是画的很好看。大家有看到这个腿吗？太权威了，太权威了，这个细节。这个改的比较少。第一个是，它脚好像就原图里面我们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锚点的原因，总之就是有一个脚，这靠后的脚好像往前面来了，给它调整了一下。然后是这个手这里的袖子可以看到有一点太贴了，有一点太贴皮肤了。我们可以就是往外一点，给它做出一个厚度，因为可以看到它本身这个面料是比较厚的，而且有一丢丢宽松。然后是一个这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个玻璃腿，总之是做了一个玻璃腿的这个画法。这个画法给大家讲一下。
我找一个水杯的图，看能不能发上来。稍等，找个杯子。好，我拿到图了，可是怎么在这里发出来呢？我发到群里吧。好，我把那个找的一个玻璃杯发到群里了，再去发一个。我们观察一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面上是一个浅色的，它是一个暗纯亮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先把下边填上底色，先把下边填一个底色，然后上面的话用一个浅一点的，因为它是一个亮面。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渐变，因为有些玻璃腿它比较的长，给它做一点渐变。然后是上面的这里，我们要把那个玻璃的，这里我一般会留白，但是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画就没有白的，先给它填一下。然后，大家有看过那个玻璃杯的颜色吗？它是一个，比较灰的。我们看那种比较透的那种玻璃杯，它是一个灰蓝色的，它的边上这里。我们的话就根据一个我们的主色调或者说边上的颜色，这里是红色，我们选一个灰红，给它边上这里的内壁填一下，也是有一个往中间的渐变。这样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往下凹进去了的感觉。然后我们再去打一个高光，高光的话一般就是这里打一个倒三角，然后下面画竖，在边上的话拿那个浅一点的给它扒拉两笔，顺着这个结构给它扒拉两笔。这里也可以就是再来一竖，浅一点。这样的话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了。这个的话是看宝宝这些，有玻璃的地方好像没有做，所以就是讲一下。然后其他想画玻璃腿的宝宝也可以就是学习一下。然后是一个红色，红色确实是就画我们这个画法的一个重灾区。为什么呢？就它这个只画阴影的话，看起来是比较就只有这个亮面和暗面，然后还就饱和度都挺高的，就是画红色的一个很容易就犯的一个错误。就和我们第一位宝宝一样，我们可以就用一个亮纯暗灰的方式给它涂一点这个灰色。这里也是写了一个怎么去更改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做一个渐变。渐变的话就和我们画那个蝴蝶结底端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只有这个一片红，看起来是有一点这个变化的，会稍微好看一些。可以看到这边，哎，
画在哪儿？这里也是稍微给它做了一点闭塞和那个，就是反光的那个小灰色。其他的话就是，哦，这里还有一个，就这一条线，它让这里感觉绷得很紧，但是我们这里是没有什么东西把它，就是给它拉扯过来的，我们就顺着这里给它往这个风向飘一下就好了。现在，就直的显得有点紧，我们给它稍微弯一下就好。比如说我们这里其实也是和这个是差不多的嘛，但是它是缝在这个花边里面的，可能风一吹它往这个方向它就是会拉扯到的，但是我们上面这个它并没有被这个拉扯到，总是一个小细节。然后这个的话是就是也是下节课会讲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小小扩展吧。从我们已有的东西再去衍生一些出来。首先是可以看到这个 OC 它拿了一个魔杖，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可以，当然是我猜测它可能是有一个魔法的东西，所以给它画了一个魔法书的包包。然后这个魔法书它可以是这个，纸片上面，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印在纸片上面，然后再拿那个实体的出来。然后这里是掉了一些那个星座小星光，这里是一个小羊，它可能可以给你拿东西这样一个设定。然后这里的这个牛奶盒，它看起来有点像小房子，所以给它开了一个门。然后门往外可以看到这个可能有绵羊这样慢慢的跑出来。之前有个很火的那个，就很多兔子跟着走的那个，大家有看过那个插图吗？很可爱，差不多是这种。然后这里有点像那个奶油，就做了那个奶油蛋糕上，就比较普遍的一个装饰。然后这里是链子，有一些细，我们可以给它画大一点，这样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就做了什么努力。然后是这个围巾上面可以给它扣一个小扣子，这里是一个草莓的小扣子，可以给它画一点那个格子小花纹。然后这个草莓的话，里面有一点像那个雪嘛，可能也是草莓汁，所以给它画了一个小羊和小蝙蝠结合的这样一个小东西。因为小蝙蝠它可能是有血鬼的那种感觉嘛，总是这样一个扩展一下。这位宝宝在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位宝宝啦。这个也是好好看，非常好完美，这个腿真的好完美，太美丽了。宝宝，你这画的好好看啊！我都想跟着你学了，好美。我们就下一位了。这个也画的很好看，就是那种淡淡的。这个的话，它就没有做那么多的那个渐变和闭塞，但是也很好看。就是有一些，就是画的累的宝宝也可以就是尝试一下做大阴影，然后加闭塞这样一个感觉的。这个也好萌。这个话一眼看过去，就是问题是这个膝盖有一点偏下了，可以看到吗？这里我们折过来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膝盖是在这个地方的，因为它上下是有一块骨头，我想的话差不多在这里吧。然后我们画的这个结构
我记得它是画的这两个东西，所以它这里会有一个凹陷。我们就是其实也不用注意那么多，我们跟着腿这里去画就好了，就看起来哪里应该是凸的。然后我们另一只腿的话，顺着它就是画过来就好。然后是褶皱，褶皱的话，这一根可以往上，因为我们风往这边吹的话，这个过来有一点扯着的感觉，我们给它往上面的那里画，让它去连接我们这个腰上的一个点。这里剩下的我们就给它画一个浅一点的小褶皱。看一下，就稍微有一点往左边飘的感觉了，看起来会，这个布料会稍微轻一点。然后是，这个应该是赶时间吧，这个应该是赶时间，所以就没有画的那么仔细。首先是最下面，我们肯定是要给它填上的。然后这里也有。这个小水滴的话，其实最好不要画的太长了，而且它的粗细有一点变化会比较好。因为没有变化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它可能，比如说我，画了一个这个，可能要去把边上也给它暗示一下。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花边，它可能就是在这里差不多了就。往这里的话，比较少，比较少。因为你如果，就是已经到这里的话，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就是一起拱起来的，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散出去的，我们就不要把这里，弄成那种感觉和边上两边也是一起拱起来的感觉了，让它就是边上轻盈一些。好，这里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尽量不要平行的原则，给它把这个平行给它破开，这样会让我们的画面稍微生动一点。啊，这里厚度就做的很好，主要是这个，主要就是褶皱好像，就是可以稍微细化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打造成你的画风啊，说不定也是可以的呢。因为感觉还是蛮有特色的，这个就是这种弯弯。
后面的这里我看一下，后面的这个的话，我们也要就是注意前边的，这个，就是和它差不多宽，因为这个花边是接在裙子上的。可以看到后面也画了这个裙边，我们就尽量给它画的粗细差不多一点。这里边边也是去接一下后面的这个，然后阴影裙子的话，我一般就是跟着这个顺着画一些，跟着这个角度，跟着裙子的那个走向。这个包包的话，可以给它，如果想要画这种稍微厚一点，看一下，感觉这样也挺好的。给它把这里填一点，有一点厚度感觉了吧？感觉挺好的，真的好萌啊，真的好萌。然后鞋底这边有点太往后了，因为我们的脚后跟在这里的话，这个太往外边偏了，给它收回来一点，要对准脚后跟。可以看到这个宝宝就是画的那种，就底部稍微往外边凸的那种鞋子，你就把这个给它做出来，把这鞋跟都给它画的往外蓬一些。这个头发真的好好看，真的好好看。然后看到就是很多宝宝也是有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没有去做这个东西，我们给它可以看到这里结构已经看不清楚了，给它稍微勾一下。我们如果就是画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可以在最上面的那一层给它稍微勾一下就好，我们就不去动之前的涂层了，动的话会很累。等它浅一点的。好，我们再检查一下下，其他的话大概就是这个飘带不是特别的飘逸了，我们给就是弄一个飘一点的，就飘一点的怎么画？一般来说就是我会先画2条线，然后再给它折，朝那个风向的地方折一下，然后画一点那个比较平的花边，然后我们顺着折的这个方向往上。有没有就是有一种被吹的翻过去的感觉？这里再给它填一下，就可能会比直接画这个要好一点。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还有个方法就是给它画那个倒三角正三角嘛，看起来也是有一丢丢小细节。其他的话也是这个边边可以往下一点，但是我感觉这个宝宝的眼睛非常的好看耶。我个人感觉就是给它往下一点的话，会显得你的眼神比较无辜，然后眼睛会放大一点。然后我感觉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这位宝宝在吗？还有什么问题吗？要边上写一下。好的，膝盖对准。
粗的地方。二，褶皱要考虑风向和支撑点。三，飘带可以翻转，可以翻转一点。OK， 也是非常的萌萌。那我们下一位宝宝，这个宝宝也是小腿，就和前面的一样，有一点太弯了，因为我们，就是腿这里还是一个骨头嘛，它不能弯得特别那个，但是我记得这种画风好像是有就是画的比较弯的，然后是胳膊感觉没有，先隐藏一下。哦，我直接在这个上面改了，好吧。胳膊的话，最开始的那个，我看一下能不能导进来。哎，哦，对的对的，改的不是刚才的那层。可以看到最开始的这里它是有一点点感觉没有接上的，因为我们的胳膊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大概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考虑就是上臂的这个对下来的一个方向了，不要只考虑这个是吧？这个尖尖感觉就有点靠外了，然后我是给它往回收了一些，把这个尖尖，然后这里面给它呃把阴影给它涂在里面了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就是暗示你的这根手臂在上面。然后是这个牛奶盒，我记得是有一丢丢，有一丢丢歪。好，那看一下，应该是因为是想要体现这个包的那种鼓鼓的感觉嘛？现在突然发现，鼓鼓的话，我们也要就是考虑到这个近大远小，这边可能就是离我们稍微近一点，可以把这边把这个左边比右边就是要长一点点，做成这样的。然后就是一个包包的袋子，包包的袋子我们还是就尽量画的一样长，不是一样长一样宽。如果你觉得就是如果我画不了一样宽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短短的给它画一点比如说中间给它加珠子我们就这样画短线画过来，或者说我们这里画这个草莓有个羊，直接把我们的元素填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短线去画这个包包带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画这种很长的线，很不好，就是画的整齐嘛。我们就去画这样一个短线，正好也可以就是把这些小装饰给加进去。这个的话，我估计是那个包比较鼓吧，要做粗，你就改一下这个。或者画小画点小装饰，
这样带子可以画短线。有点花是我室友帮我看的时候，感觉有点，就感觉还是蛮可爱的。这里的话倒是可以，就是画点东西挡一下，因为这里感觉有点空，然后就显得有一丢丢花，我们可以画一点东西挡一下。然后刚才我是画了一点那个小袋子，但感觉这里画小袋子好像和这个衣服不是特别的能接上，所以我想的是一个那个翅膀小背带。这样的话，后面也可以给它作为一个填空，然后看起来也比较的有活力。然后元素处理的话，我是准备就是直接讲，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直接放上去的，我们可以给它处理一下，给的这个元素变成别的形态。比如说这里的这个草莓，我们可以给它画成一个有缺口的，这里给它画了一个有缺口的，可以看到横截面的草莓，给它增加一点信息量。然后我们再看别的地方，这个蝴蝶结也是，给它往正挪一挪，这个有点像芝士耶，好像是白草莓。我们想一下，可以给它怎么处理？首先是这个草莓，草莓的话，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比较美味的氛围。我们是可以给它加一点勺子和叉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绑在头发里面，或者说我们画在这个头饰上面。也是一个从我们现有的东西去联想。哎，这么画不是很好看，换一个位置，比如说画成一个夹子吧。然后手上面好像就是，没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给它把这个手套可能说给它搞一点花边，或者外面来一点毛绒。好，手上的话最简单的也就是下面画的这个，给它加缎带。这个话就是一点无脑小细节了。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裙子，如果就是还想给它加东西的话，一般就是加裙罩、拖尾，然后花边。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画了裙罩，这个拖尾也可以就是背后的蝴蝶结，它可能就是这样东西多一点。当然，这个就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了。有些宝宝喜欢简洁一点的，这边感觉少点东西。一般感觉衣服上有一点空的话，可以给它打个蝴蝶结，因为衣服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打蝴蝶结的。然后这个蝴蝶结也比较好画。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搞一个小勋章，或者说在这个包包上面
弄一个小勋章，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大的东西了，我们就错开在这个边上，加上我们刚才想的一个那个草莓加小羊，然后这个小羊它也可以锤一个小球球下来，可以加一点那个珠子，珠子也是比较的好装饰的。然后是建议加一个鞋底，因为前面这里看起来就是，和你的鞋背是差不多颜色的，这个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以及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就是杯子，只要是感觉是美味的氛围，我们都可以加杯子。首先杯子可以放牛奶是吧？可以放牛奶。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小勋章，然后做头饰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草莓杯。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给它顶在这个小羊的头上，杯子里面可以再来个小羊。我去，碟中谍。然后这个东西，就我们画了这些小东西之后，我们是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觉得衣服上比较空的地方的，比如说这个位置给它画一个图案，然后这里给它画一个图案，直接给它放上去。比如说刚才的牛奶，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小羊手套上加蝴蝶结，萌萌的，竖的。我去，小米嘟嘟，你们考完了吗？难道说你在复习之后还来偷偷看我？我要泪目了。我们就平时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元素给它画出来，就可以想一下嘛，可以想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结合的，或者说我们就从他的身上去想一些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把我刚才这个杯子呀什么的给它画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贴上衣服了，还是比较的方便的。而且画这个还是比较的解压，个人感觉。然后这个牛奶盒比较像一个房子嘛，我们给它画一个饼干盒，这可以有个姜饼人。还有两个，天呐，加油！明天一个吗？是要好好休息啊。这种吃的也可以画一个小动物给你端盘子来着。大人请吃，大人请吃。我们就这样一边就是放空的画一些小物，然后，把它放在这里备用。复习差不多了，加油啊！
这位宝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啦。小动物好萌。其实我不是很擅长画小动物，我发现很多宝宝画的比我萌，但是，就是可以让它互动一下，就会觉得哇，小动物在和我互动哎，好可爱，就像街上发现了一个小猫咪，它在蹭你的感觉。我们可以给它就是做一点小动作，在互动的感觉，会增加它的萌度。谢谢宝宝夸夸呀，这个宝宝好像不在，那我们就下一个吧。然后是这个宝宝，可以看到啊，也是很萌，也是很萌，有一点那种萝莉感。然后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比例不太对。首先这个，我先复制一个，可以看到这我们先看手的话，会显得腿有点短。我们先把这个遮住啊，稍等，点到东西了。那我们把这个手遮住，是不是感觉这个比例一下就合理了，就比刚才要舒服一些？或者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这个手的话，我们把这个腿遮住，是不是感觉啊就对了？这个也是大家自检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觉得哪里看起来有问题，你可以把它遮住，然后去想象一下它的下面是一个怎样的感觉。比如说，如果他手在这里的话，我会觉得他的膝盖可能就感觉会比刚才想的高一点。然后，如果我们把手遮住的话，然后再来想象一下这个手应该在哪里，大概是在这里。这个画反的有点不太能看出来，画一个正的。可以看到，把手收回来之后，让小臂短一点，就会感觉这个比例是比较的合理的。因为这个宝宝画的，脸就是圆圆的那种，所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脸去把它，就保留了这个短短的一部分，感觉这样萌萌的，就是那种，看一眼心就要化了的小萝莉，非常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啊，以及这里为什么我要把它收回来呢？因为这里的阴影做的就是把这个手看起来是有一个透视的感觉了啊，有一个透视的感觉了。这是我画团子手吧？然后我们原图好像是直接伸出去的，所以把它往回拉一点，就感觉会就是正常一些。然后腿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呃，这里的话，我们给它改一下，一个是，这个阴影的形状就做的不是很好。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阴影显得小腿有一点崎岖，毕竟我们就感觉上阴影最多的，如果真要有阴影的话，最多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吧？因为它不仅有凸起，而且这里还被那个挡住了。我们顺着它这个膝盖往下，慢慢的往外扩，可以看到这个腿是就稍微有一丢丢肉了。因为他的左腿是一个稍微有点肉肉的类型，我们的右腿就不要做成那种看起来比较细的。这里是把这个膝盖这里给它修了一下，膝盖的边上这里就没有凸那么的出来了，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这个部位是不是离你的膝盖其实还蛮远的？我们给它收回去。这不是那种，侧面也可以完全看得到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弯弯主要打在这个膝盖后边儿。这样就好了，以及腿感觉可以收回来一丢丢。看一下在哪儿比较合适。稍微回来一点点，感觉就挺好。然后头发的话，我感觉这个宝宝他就是看起来画的很随意，但是就是看着很好看呢。大家有发现吗？这个看着蛮随意的，但整体看起来就是很好看，感觉是偷偷加了一点小魔法。我们看一下头发吧，先看一下这个话，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形状好像我们可以用发丝来给它就是填一下，就它的形状扭成这样，但是阴影都做得很好哎，阴影都做得很好。然后可能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点崎岖是吧？我们给它扎一点这个发丝，给它破一下形，就会好看一些。对啊，都画的好好看呀！天日，我感觉每个宝宝都画的很好看。就只有这种小问题了，我觉得就是多打磨一下就完事了，感觉真的很细心可以看到这里就比较少嘛，我们可以给它从这个发丝出发，给它扎一点头发出去因为这里太大一块了，这里太大一块了，然后这里很小，我们可以给它扎一片过来。让它看起来是，呃，在上边有接这个，就有那么多头发接下来。
然后这个褶皱的话也是，就是要跟着上边这个缝线和风向走。我们看一下这个裙子，这个围裙其实是没怎么飘的。我是说宝宝画的这个围裙，感觉就是，没有特别飘哈，所以我就把这个给它就这样顺着下来，给它改了一个这样的，然后刚好也可以接上下边的这些褶皱，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看起来有一点扭着了。啊，可以看到吧，有一点就是把这一块缝在了这个花边上了，所以我给它就是这样散开，给它缝在了就自然散下来的位置。其他的我感觉就学到精髓了，就随便画的那个阴影也画的很好看。然后这里的阴影可以给它稍微大一丢丢。就这样从宽到窄，这样有一点点变化。其他的话，大概就是这个绿有一丢丢荧光吧，我们也是给它系一个灰一点的颜色。哎，这个宝宝这里也做了那个渐变耶，太仔细了。哦，这里也有灰色，这里也有灰色，就太仔细了，太仔细了。然后如果就擦了之后，感觉还是有一点荧光的话，我们就给它卡深碧色了，就随便找几个地方给它卡一下，不然的话它就是一直处于一个就是颜色都比较浅、比较亮的一个状态的话，它看起来就是比较荧光。我们就拿这个深一点的碧色给它压一下。其他的感觉没什么问题啊，其他感觉没什么问题，就这个鞋头有一丢丢歪是吧？我们给它掖一下就好了。我们给它把这个扭正，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弯弯，我们还是要和外边的这个对齐。前面的那个的话，有一点没有对准。这脸的话，我觉得就这样挺可爱的，这样挺可爱的。我把那个标注写一下，宝宝如果在听的话，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位啦。是注意阴影暗示的透视。然后第二个是推阴影，想想怎么写，要让腿部向做题，两只腿一样粗，当然它好像是一样粗的，只是那个阴影给它暗示的有一点，它
这样打的，看起来就有一条腿好细哦。哦，不知道怎么写了，就作为阴影暗示的透视和体积。这里之前有点细，因为阴影看着有点细。嗯，可以加一点发丝更改，翻的不太好看的发片。哎，我应该找那个桃黑黑的那个打勾的，给我的学员全部打勾。搞忘存了，之前有个宝宝发我的，就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我们就下一个吧。这是小腿有点短，这个的脸也好好看啊，天热。看一下，这个也是，这个手可能有点长，所以把这个就看起来，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腿好像得长一点，以及他的脸比较长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呃，就我们的这种短的，好像不是特别适合，是吧？我们先把手擦掉看一下，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小腿看起来还是有点短。大概胯在这里的话，它看起来就是稍微有点短。可以把这个膝盖移上去一点，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裙子看起来是已经压住膝盖的，就看起来比较长，它的这个裙子。我们试一下，直接把膝盖给拉上去。我发现就是小腿短的话，原因还挺多种的。这一个是，第一个宝宝的那个大腿画小了，然后还有一些是就和手的那个配合不是很好，就原因还蛮多种的。看大腿长长的，是有一点小腿好萌，是的，抠的好仔细啊，怎么抠出来的？就是那种外网上感觉超级火的那个画风，就很精细的感觉。这里我们把这个膝盖提上去了一点，也是稍微好了一些。手的话，手指有一点，可以看到这里嘛，我给它擦掉一丢丢。毕竟我们这个是从手背这里看的，它的这个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手指，因为转过来了嘛，转过来了之后，它就是会
稍微有一点窄，会窄一点。也这样的话，可以就是看起来更暗示你的这是一个守卫的感觉。啊，这里是把这个手指稍微调了一下下，然后头发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就是上面这个比较宽，然后发尾比较宽，中间发丝是不是感觉有点细？这个话，我个人感觉可以统一一下，我觉得这个宽的真的很好看诶，这宽的很好看。这个最好还是统一一下，就是和上面的那个发片宽度差不多，这样感觉统一一点挺好看的。这个脸一直在勾引我吃画，这画吧真的好好看啊！其他的我看一下，就是这个围裙，围裙有一种，就我们围裙是这样铺在裙子上的，但是它这里做的有一点像，这里往内缩了一下，有没有觉得？就感觉没有散的太开。我们从边上给它往下边连，这样的话看起来是散开一些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别的。哦，这个头发真的好好看啊！每次检查就会美一遍，小脸也好看。哦，这个扣子宝宝咱不会是就画了一个圆，然后在下边画了吧？然后扣子的话，我个人感觉就画个圆，然后在它的边上画一个弯，就是它边上其实因为太小了看不出来它是不是竖的嘛，感觉这样画会就稍微没那么累一点。这个草莓的，感觉它是有点太靠在上边了，给它移一下。我们是一个这样顺着贴在上边的。刚才的话有一点陷下去了，把上面这个删一下。其他的感觉就都挺好呀，都挺好呀。这个丝带我可能一般会就是把底部做平一点，其他好像看一下检查一下。我觉得就这个画风就挺好看了哦，这个也是跟刚才还有宝宝一样，可以看到这种往外凸一些的，它就是受光的会多一些。我们给它画画宽一丢丢，这样就是从宽到窄，它会
看起来就是比较流畅的一个感觉。其他没什么问题啦，没什么问题啦。我这个小羊的话，就是说可能眼睛分开一点就画的会更萌一些。但这个就是一个那个简单小方法，简单小方法，就其他宝宝如果画不好，可以试一下，就是把眼睛画宽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萌。然后我写一下，宝宝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边写，等一下就下一个啦。看个好哦，看一下，看整体，看整体四肢有没有不协调。协调怎么写？我是文盲，太久没有写字了。不协调可以遮住某一部分，去判断是哪里有问题，然后更改。哦，这个排排可以给它，就也是顺着体积去做，顺着体积做。哦，这个围裙我就不太会归纳了。总之，宝宝已经看到了，我们就写到这里吧。藏了个龙图，真的假的？嘴吗？哎，我去，我要我要给你打满分。完全没有发现，谁懂？震惊！为什么看到上面这个也没有看到下面这个？讨黑黑来知识了，对的。登机了，家人们，这个必须满分，好吧？我笑死我了，我太搞了。我们赶紧下一个吧，等一下看有没有就是时间给那个晚教的宝宝讲一下，谁人在他画里干这种事啊？啊，绷不住了。然后最后一个宝宝，他好像就是就是没有按那个打卡的来哈，他是直接代餐的，好像。然后这个耳朵好像是小羊吧，总是在它的这个上面总结了一点元素，大概是按一个印象辐射的思路来讲吧。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水印，好像是一片云，因为下面它是这样绕着的，应该是云。然后可以看到它是，元素有这个天气，有一点植物，
有这个粉的云，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夜晚星星。哦，这个是垂耳蝠，好的。哦，是这个宝宝，好的，眼熟了。而是垂耳蝠的话，尾巴感觉就很好做文章呀。那元素应该是这些吧？元素应该是这些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版型，先先从这个比例来说一下吧。比如的话，这个也是就腿短了，我觉得就是把可以看到这里遮住，是不是感觉我们的脚应该都在这里来了？以遮住了脚，真的很萌啊，真的很萌，很独特一个画风。遮住了之后，感觉是那种比较长手长脚的一个比例。我们就按这个吧，就按这个长手长脚的感觉。现在还蛮火的感觉，看一下能不能从这里拉过去。哎哎，皮蛋没电了，稍等，这下高手电量了。我们就等它重启一下吧，正好我们去看一下，就最后一个宝宝。看一下作业在哪儿？稍等，它重连好像得等一会儿。好了，看一下，现在好像有，现在好像有。哎，怎么又暂停了？好奇怪。还原窗口，我的窗口不是正常的吗？稍等，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呃，我应该要把这个软件的重置一下，我懂了。哎，还真是太聪明啦！好，重新连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比例。但是这个长手长脚，我还是，就具体它比例在哪儿，我就只能看感觉了哈。这根据宝宝的这手和这个腿粗细的话，我感觉就是大概在这里会比较的，就会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脚这的话，我就随便画一个黑的线。膝盖还得往上，膝盖还得往上。哎，这样是不是差不多？
啊，这个的话，我们就怎么改的也是，就是把这里蒙上，把这里蒙上，然后我们感觉就和它最接近的一个我们看到过的一个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就平时看到的一些那种酸化啊、长手长脚的比较常见的一个比例。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哈，这个脖子先盖一下，脖子稍微有一丢丢粗，然后改了之后的话，改了之后感觉下面的东西得挪上去一点啊，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个毛茸茸的那个小围脖的感觉，还挺萌的。好，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上面弄吧，拿一个红色。首先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嗯，好像没有特别懂，应该是一个吊带吧。看一下这个猫应该怎么弄。下面那我就看我的感觉走了哟，我感觉好像是这样的。这个猫的话，我一般不会画这个倒着的，但是你喜欢的话，可以再加一个猫爪爪。你可以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围巾，给它围在上面，然后这个猫爪爪是这个围巾的末端，这个也是从它这里延伸一个东西出来，就把它想成围巾，我们就可以多出来一个围巾末端的猫爪爪。这可以画长一点，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长的，或者说你可以给它画成猫尾巴。猫尾巴的话可以，这个是狐狸还是猫啊？对哦，这个衣服上的。如果是尾巴的话，你可以给它画长一些啊。如果你喜欢那种，呃，小偷猫的手，也可以给它画的很长。小偷猫的手还可以给你顺东西呢，哎，给你顺个堂走。或者说也可以就是这个猫前面收，然后它的后边是尾巴，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围巾那种，就后面有一片飘出去感觉的那种飘逸的感觉。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里的话粉云我这个应该是环在上面的吧，但是我们胸口的话一般就是不弄这种东西，我们就是可能会有点挡是吧？一个是可能会有点挡。这的话，我们可以和那个其他东西结合一下。首先，这个它如果是一个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装在一个瓶子里啊，而且它是在这个胸上的话，我们能想到什么啊？就是一个心脏的瓶瓶啊，这个也是我最近比较常画的心脏的瓶瓶。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弄成一个生态瓶，跟你头上这个呼应，就有一点那个生态瓶下雨的感觉，然后从里面飘一点这个云出来，好，我们就给它画上去。是小猫，脑袋上的粉云光环也很好吃，竖的这种环在一起的感觉，放在头上就很萌。
我们给它这里出来，然后上面的话可以插一点花，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给横横竖竖都有了。这里插一点东西，我们就给它加一个长蝴蝶结。啊，这样的话，感觉这里的一个就这样一个流线下来的比较的流畅，然后和你下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方向的，这样看起来会就比较的那个叫什么，就看舒服一些，就有一丢丢视觉引导线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们加上粉云光环，这真好看吧？这真好看吧？然后我们有云的话，下面可以有星星，可以有水，可以有彩虹，因为你 OC 是那个天气的嘛。你上面的话可以把这个袋子移到上面去，作为一个就是留下来的一个夜幕的感觉，留下来的一个夜幕，可以把它画成一个蝴蝶结，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散在背后和你后面的那个接起来，以及感觉这一期就把那个标题换成元素之后，好像不是没有那么好带了。我们下一期讲了结合之后，应该会好一些。就如果要打卡的话，可能就画自己的，得想一下，想一下东西。或者说你的上面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就加什么什么流星雨呀，这个雨滴、彩虹之类的。这个的话刚好是接上了你的这个星星，所以就是给它做成了一个从粉云上流下来的一个夜幕的感觉。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这个的话可以给它放大一点，这个可以放大一点。直接给它放在这里，是不是感觉就是哇，就画油画感、油画花窗感很有感觉，然后其他的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只要你给它放大的话。画的好乱，没有，这是因为画的比较小，你画的就太仔细了，这个叫画的太仔细了，想了很多好东西，但是没有把你的这个给它突出来，给它放大，给它放大，是不是就觉得完成度还蛮高的？就是之前那种地震群，好像还是什么，他就喜欢前面有一个这种花窗嘛。这个我给他这个弄得好像有点变形，我们把这个给擦一下。然后边上的话可以结合你的这个图案，给它演一点东西出去，给它延伸一点。比如说你这里有云的话，可以把这个云给它延伸出去。这样给它做一点立体的云，就相当于把你的这个给它散开了，或者说你下面的这个整个给它散开来，就不画在一块，给它画在这个裙子上面也是可以的。以及把它散开之后，这个吊坠
就有点挡住了。把校对放在看一下，把校对放在后边吧，就跟那个课上一样，给它画长蝴蝶结掉一下。这个应该不是有什么特别那个的寓意吧？看着有点像鱼骨头，那我就直接这样画了。我再看一下往下边，这个有点像那个西瓜汁诶，有点像草莓趣多多。但我们上面好像没有就是那个好吃的东西，我们给它改一下吧。啊，这边像牛油果奶昔，饿了。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给它画十字嘛，然后边上这几个地方少一点东西，你可以，我想想，是我的话，一般就加一点小物给它挡挡了。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趴在这里睡觉的，因为你的头上是夜晚的话，就关联了一个睡觉嘛，可以有一个趴在这里睡觉的小狐狸。另外一边给它搞点小贴画，给它搞点那个小贴画，搞点星星。然后花的话，花可以给它画成立体的，这个好像是花吧，有一点像三色堇的那个形状。这就像课里面一样，给它画一个立体的，给它绑在这儿。其实我画的也有点乱哈，就是像之前有一个宝宝问为什么要，就是说小物一定要结合吗？可以不结合吗？我们结合主要就是当你画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想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性。有关联性的话，才不会就是显得乱。比如说这个花上面，如果我们给它画成云朵的心呢，或者说它是一个云朵扭成的花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花显得就不乱了，因为是和我们的主题有关联的。还有这种小动物，可以给它画一点它的小装饰，因为它在睡觉嘛，我们就给它画一个小睡帽。02、01、2了，讲完了吗？我看一下，宝宝是记得是第几个交的吗？01、2是不是02是不是那个补交的呀？补交的是下一个。哎，我为什么没有找到01、2？027，哎，不是，在补交上面，补交的还没有讲，补交的是下一个讲。我看一下，补交这个不是019吗？现在再发一个。哦，是有两个补交哦，不是补交，那我看一下呢。哦，012是不是这个红色的？
这我是不是没有导进来？看一下。哦哦，应该是没有导进来，因为我导入的时候，因为这个宝宝他就画布不一样，然后重新导了一遍，好像就先进来了。那我们这位宝宝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赶紧下一个了。补交的我去存一下，稍等。2期作业，是作业。哎，好的，那我存了之后，我们就下一个啦。嗯，有一丢丢卡，有一丢丢卡啊！这个宝宝是第一次画画吗？那确实挺厉害的。我刚才讲的这个，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也好萌，这个也好萌。觉得就是目前画出来的看着是没有问题的，就要改的话，可能就是从细化方面来改。一个是没有褶皱是吧？没有褶皱。看一下这个，这是原色，原色也是红的耶，也是草莓。好，我们来看一下。嗯，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包的话，我们最好。哦，这个可能是个水桶包，我刚才还在想怎么把手伸进去。脚很难画，褶皱也不行。脚的话，我觉得这个很萌啊，这个很萌啊。就我们不用一定要去凹这个造型是吧？就这样也很萌。然后鞋子的话，我们给它做一点渐变，因为现在颜色就都差不多一个颜色了，给它如果是你在画布上的话，可以在它的里边直接涂的灰色，因为你是有那个线稿的。也可以拿一个灰一点的颜色，拿喷枪给它喷，这样的话就不用去选色了。一粗一细，感觉是吗？感觉可能是这里给它暗示的有点一粗一细吧。我们把这个推拿出来。感觉这样是不是看起来粗细会差不多一点？然后我们继续弄一下脚，这个太黑了，这个太黑了，拿一个更黑的给它勾一下吧。就是有点看不到那个线稿线条了。这个的话，我们直接在鞋头直接打高光，好像没有什么细节，还是给它弄黑一点。好的，那应该就是就这里刚才有点紧，然后它的线条看着跟着这个腿套弯到这边来了，就把它突出去之后，感觉腿是就这样直接下来了。粗细就是，嗯，就和宝宝你画的是一样的。这高光有点亮，稍等。
嗯，这鞋子的话，我们就当它是个小皮鞋吧。小皮鞋一般就是也是画一个 U，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挡板，我们可以就是画一下这个，给它增加一点细节。反正里边被挡住了嘛，我们也看不到，就画一点点线条给它看起来像小皮鞋就好。我看一下褶皱不会画，我觉得现在就是挺好看的呀，感觉就是褶皱加多了，可能反而容易出错。如果要加褶皱的话，就是按宝宝这个画法，就给它加这个小三角。这小三角，如果你怕加错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这里是你的支撑点，然后你的手是有厚度的，因为这个手是有厚度的，所以它是这样弯下来的。然后可能因为有一个重力的原因嘛，然后它是往这稍微往下着，你就跟着这个来画就好了。我们画的时候就是有意识的把这个尖尖给它就对准这里的支撑点，然后画的时候也就画弯一点，因为它是稍微有一些厚度的。然后这种感觉太多了，你就给它画浅一点。好，这里的话看起来它就是有一点体积的了。然后的话，蝴蝶结一般这种带花纹的蝴蝶结，我不会就直接打一个高光。哦，这个确实是用发光去打的，确实用发光去打的。这个的话也是形状，形状给它改一下，这边有一点圆，就我们大概是这个方向下去嘛。其实小问题了，其实小问题，我感觉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然后你看得到底部的话，可以给它画一个勾勾，给它画一个勾勾，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带子，然后它给它弯回来的，所以就是你看到它底部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给它画出来。下面的话就是，这个宽度差不多嘛，宽度给它差不多，看起来会工整好看一点。然后红色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这种比较艳的红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亮纯暗灰给它弄一下。我们这里就是拿一个灰色给它糊一下，然后搞一个深色的，因为我们用了那个灰色之后，有点就是阴影没有了，我们需要给它上一个别的阴影，这样把它周围的东西给它隔开。可以看到和这些的话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变化啊，这里还没有分得太开，我们再往这里来一点。这里的话有些时候也会用那种灰蓝色，这里直接往灰，其实也是有一点灰蓝色的感觉，虽然我们没有就去选从那个蓝色那里去选。我们往上看，哎，这个小徽章好可爱啊！怎么大家都这么会画脸？怎么大家都这么会画脸？
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画的东西，那个小物的话，给它画大一点，让大家就是看到你画的东西。这个有点太大了，然后也是可以让它动一下，跟下面那个一样。这里的小羊它是可以拿一个东西的，我看一下原式上面有什么，有草莓冰淇淋，有花花。它这里可以给你拿那个小花束，或者说拿那个小甜品，然后头上可以就是加一点小发卡，小发卡就是画头像的时候可能丰富一点会比较好看。之前有单主还跟我说，有些人他就喜欢画复杂色，感觉出效果。另一边我看看，可以看到这个，它指甲上面的那些东西，其实这种图案都是很好参考的，都是很好参考的。比如说这个，和我们的那个格子布还有碎花布都不用想了，就可以直接那个参考上去。这里的话就用它上面的那个花花，给它画一点啊，因为有了花花，这里头发有点显得窄，我们给它画发丝往外蓬松一下。啊，这个小波点好可爱啊，小波点好可爱。就是可以给它画一点那个小小褶皱。好，这边的褶皱我就直接用这个笔画了，也是顺着这个给它画下来。呃，这个红色有点啊，就是也是没有拉开，可以给它卡一点闭塞。然后这个裙子上的东西的话，花纹，我自己是不怎么画花纹的，因为花纹可能就是要复刻比较麻烦。我一般会把这些东西给它画成，那种立体的小球球之类的。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就是拿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画角角，可以把这个裙子破一下形。然后这里可以画它的尾巴，尾巴的话可以卷一个东西，可以给它卷一个草莓。然后尾巴的话也是可以挂一个蝴蝶结的嘛。因为这边往下垂了，所以我们另一边就是可以给它画一点东西，呃，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加一个蝴蝶结啊，比如说在这里加一个蝴蝶结，给它散下来。然后这边，这蝴蝶结给它立一下，就这个样的做法。看一下这个袖子，袖子的话，嗯，袖子的话最简单的也是，就是画图案，比如说这里画两个，然后它就会丰富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边边画蝴蝶结和一个绑带。我们看一下元素吧，看一下元素。个草莓切片，现在倒是很多人喜欢在这里画一个草莓切片，就画那个花花吧。花花的话，也可以就是画成就前面说的，就有一个羊在抱着它，或者说这个羊在追它，就是像那个什么羊失了花，这样吹的有点多了，画短尾巴吧。然后可以看到袖子没有什么变化，袖子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从你的这个围裙或者说那个裙罩上面给它接一个，接着这个小背带过去，给它这样一个松松垮垮的，给它接在这儿，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你的内搭的一个版型了，就直接给它叠穿上去。我们再康康。然后往下的话，这个也可以，这个就图案挺好画的，还是这也是可以再给它来一层，因为现在红色稍微就是有一点僵硬，我们给它再来一层，或者说也可以就是把这个红色加渐变，就是让它裙边轻盈一些。然后再往下，我们看看啊，再往下的话，也就是加个腿环什么的了。啊，这也是非常无脑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想丰富一点，就是可以给它加上腿环的话，想想腿环倒是可以画那个，我们画成光环吧，我们画成光环吧，可以画成很多小羊开会。也可以拿着草莓。大蝴蝶结的亮部怎么画？大蝴蝶结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有花纹，我一般不画花纹。大蝴蝶的大蝴蝶结的亮部，看一下，大蝴蝶结的亮部我可能是这样的吧。我自己画的话，大概是这样，或者说就是说这个高光给它画小一点。嗯，大蝴蝶结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说有花纹的话，可能你打了这个亮部之后，就看这里嘛，看着有一点像那个玻璃瓶的质感了，是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布料应该是哑光的嘛，这个就打的有一丢丢亮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嗯，以及还是就是想要把它豪华一点的话，给它画拖尾吧。
想要豪华一点，可以画拖尾的，或者说背后一个大蝴蝶结。这的话，嗯，就是有一些单主他想要看着豪华的，我们就给他安排上。看一下呢，这里倒是可以给他吊一点那个坠子。因为这里有一丢丢空，可以给它吊一点，然后这里给它吊上去。嗯，这样的话好像就是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就宝宝们如果用自己欧式的话，可以把那个锚点写给我，因为我直接用那个就自己写的那些元素的话，可能到后面脑洞就不太够了，可能要和你的 OC 碰撞一下得到灵感。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以及这个，我觉得解决方法就是把它的亮度调低一点，让它看起来是哑光的，或者说哑光的可以不画这个亮部。宝宝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吗？好低好低，那我们就应该是最后一个了。看一下能加载出来不？这个群相册也是非常的歹毒。啊，这个宝宝的还好好看。看一下发给我的小号啊，没想到还是老时间下课，图裂了，天热。我找一下刚才存到哪儿了。不要离开，哈哈哈！啊，点着拍照了，有一点神志不清了，谁懂？等一下，插入照片，不要裂开。好兄弟，我去别的地方给你叼回来了，把你的薯条。啊，好可爱，好可爱！这个发丝也好精细。我可以看到完成度好高啊！这里有一点小问题，但是看完整的就觉得完全忽略掉了。然后喜欢背景感觉怪怪的。其实我排版也比较一般啦，排版。如果是我做的话，可能会给它做就是身上会有的一些颜色，然后给它拉那个拉灰率，就那个比如说灰粉、灰绿、灰蓝之类的。如果我弄那个背景的话，我自己不怎么排版。好兄弟一生一起走，好兄弟去码头整点薯条。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宝宝他裙子画的比较短，然后这个腿是抬上来了的话，有一点顶胯的感觉，有一点顶胯的感觉，所以可以看到你的胯部是斜的，然后腰是太正了，腰有点太正了，我们可以跟着这个走一下，回忆一下。这样看起来就是动作是流畅一些的。然后还有就是这里应该再过来一点，因为你的另一边就是靠我们稍微远一点的那一边都是，就是可以把这个花边包完的。我们这里也是稍微出来一丢丢，这个就是小问题了，就是小问题。然后胯那个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就让你的胯和你的腰是怎么看身体好像确实歪了。这个的话看一下，首先一个第一印象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这里是垂下来的，就感觉这里站得很直，因为你的腰是板正的，感觉站得很直，但是这只腿又是提起来的，所以我们就是跟着这个走一下。以及就是看你的膝盖嘛，看你的膝盖，可以看到吗？膝盖也是这样的，就从这里推上去，我们的胯就是这样歪着了，然后这个腰又有点板正从膝盖可以看上来，你的这只脚是有点提上来的，就是这样看的，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提上来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然后是这个袋子的话，我们最好就是不要让它一边被挡的太多，因为这里这里翘上去，然后这边没有的话，看起来有一丢丢高低肩可以看到吗？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脚给露出来，感觉都是一点小问题，都是一点小问题。因为按这个花边的高度的话，它确实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没有露出来的话，有一点就看着感觉肩膀被压下去了。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是卷刘海吧？卷刘海可以给它就也是画一点发丝暗示一下。如果是那种特殊的，当我没说。以及这个卷卷感觉很适合草莓瑞士卷，有没有觉得？好像瑞士卷擦不掉了。我们就这样弄上去了。卷小刘海，没怎么画过。这刘海不知道怎么丰富，
主要还是加发丝吧，因为你的其他地方加了挺多发丝的。首先我们可以在下面加，主要是这个卷的好狠啊，好狠！这里我们一样一样的试，哎，看这个翻回来是不是好一些？不会有怪怪的感觉。然后下面可以来一根。然后刚才说了草莓瑞士卷，你可以就在这里画草莓的发卡，然后它就会有一点那种瑞士卷的感觉。这边刚才没有那个线条，我们可以给它画一点，就是藏在这个鬓发下面的。好，再往下看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都要看一下是不是龙图。天热。然后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绿色有一点小荧光，我们可以在底色的那里给它选中一下，把线稿色给它饱和度拉低一些。啊，当然，如果你就是喜欢这个的话，啊，也是可以的，是吧？我们出色的就是，不管喜欢的是什么，只要对上电波就可以掐点小米。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丢丢荧光，我们给它用前面给宝宝们说的方法，给它加一点灰色，然后还是荧光，就给它外边深的描一下。这里还是直接给它涂满吧。完了，哎，我被毁了。这个膝盖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不要画的太紧，给它往边上一丢丢。然后也是鞋底，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太冒出来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它的一个透视。从透视下去的话，从我们这里是那个鞋的边缘嘛，哎，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要收回来一点点？特别是这里，我们给它掖一下。毕竟这个近大远小，它离我们远的话，它就窄窄的。这个袋子可以看一下，这个袋子，我们脚已经就是这样弯着了，它没有飞得那么高，飞太高的话，感觉这个袋子就是有一点太长了。我们还是要贴合自己的一个角角，给它贴合一下。其他的话，主要还是这个线稿颜色有一点饱和度有一丢丢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边上这些是比较暗的，但是这个又是有一点点荧光的，我们最好还是给它统一一下。啊，大家的脸画的都好萌。
其他的，感觉感觉还是挺好的呀，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都是一些小问题，就是一些小问题。哦，这一版就是只有背景不一样嘛，喜欢背景感觉怪怪的。想一下，这个的话就纯尝试了，因为确实我排版是比较无脑的那种。就是一个有一点星空感的。嗯，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些柱子就也是深色，然后看起来就是呃，感觉后面的这个背景就看起来没有太多层次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如果就是给它浅一点的话，就感觉好像层次会多一点，然后这个就和这个人结合了一下，然后背景就是背景，我个人感觉可能是这样。这个只是一个小猜测，只是一个小猜测。那这里连连我们可以调一下，这位宝宝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吗？大概就是把这个脸画的正了一点。等宝宝回我，然后我就是进行一个检查。其实这个也是稍微有一点太靠里边了，有点陷下去。给它推出来一点，看着是这样，看着像是放在上面的，不是直接陷下去的。我在边上写一下，宝宝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什么问题吗？看一下，一线稿颜色统一，不要太高饱和，不要某一个太高饱和。哦，太突出，突出。然后，第二个是注意腰胯方向，
有一种水彩的质感。宝宝，我没有做耶，它就是那个笔刷的一个质感，就是我用的这支，这个是室友给我调的，它有一个那个呃，看一下，应该是这个东西吧，我也不知道调的是哪个。然后它画在画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是有一个变化的，然后你就是覆盖在上面，它也会变色。然后因为我线稿的话本身也勾的不是很精细，所以我用那个方法去改线稿颜色的时候，然后那个它也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变化嘛，那个线稿颜色。然后如果是上色的话就是勾了一点点水彩边缘那种吧，就在这种这种地方勾了一下下。就模拟了一下赛的那个水彩，然后这些，嗯，这一串发丝可以整理一下，但是前面说的那个拿那个发丝来给它改形状的宝宝也学到了。宝宝问的那个水彩的是就是线稿，还和这勾边的方面的吗？看一下我自己的图呢。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的水印是用的覆盖的，会不会有可能是水印啊？我切一下屏吧，切一下屏。这个讲完，我们等下就下课了。适应窗口是这个吗？宝宝，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吗？这一圈。就是这个就是手动去勾了一下边，拿那个硬一点的笔刷去勾了一下边。然后这个勾边的颜色的话，我下一节课会讲，因为我发现就是用那种笨办法的话，就很多宝宝，依葫芦画瓢很容易画错。然后下节课，如果颜色是比较比较好大的时候，我就不用那些什么图层模式了，就直接正常的给大家讲，用正常图层模式。这种可以看到，如果我画了一个绿色，画个浅点的吧，然后我画了这个，那个小三角，然后我会用稍微深一点的去给它勾边。这个上课的时候我记得也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勾，最好勾左上角的那个，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也是。我这些都是那个左上角的线勾的比较实，然后右边我会就断开一点，因为我的光在左上角，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这个是手动勾的，这个是手动勾的。然后我后面的这些图的话，有一些是自己漆的，就自己在色盘上找的颜色，然后有的是拿那个图层模式给它叠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纯勾的，然后这个水印
用叠加或者覆盖的话，也是很有水彩质感。宝宝们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应该都讲到了吧？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啦。可以看到画上其实都是有讲到的那个知识点。这个也是越来越灰的那个渐变，就是长蝴蝶结。这个是那个打三角啊，这个也是那个水晶球嘛，就我阴影直接拿灰色那个，好喜欢啊！谢谢宝宝，谢谢宝宝。画的很平面，看一下，画的很平面。你觉得画的很平面的话，可以和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宝宝，把这个大阴影做一下。因为宝宝，我看你的画，就现在也是，就是画的挺好看的，风格挺统一的，我就没有去讲那个大阴影，因为你现在的就是已经挺好看了。可以看到我的这些都是做了那个阴影和人物分开的。然后宝宝，你的人物的边上有一些头发，就是和人物他没有拿那个阴影来分开，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可以看到厚度的话，可能是我就离我最远的，可以看到离我最远的地方，我会给它做那个加灰的空气透视，然后这种裙底没有什么光的地方，就给它打了很深的一个阴影，然后这个很深的我是拿一个稍微灰一点的给它慢慢过渡下来的。然后平时讲的那个三角形也是一个做厚度的一个方法。就是给大家看那个画的水晶球没有？看一下那个知识点纯享有没有？知识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画那个，哎呦，这个怎么又给我开上了？别开了。好，可以看到这个吗？我画那个裙摆其实就和这个是一个原理，就我想把那个凸出来的地方给它加了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是稍微偏灰的，就是一个画这种小水晶球的方法，然后看起来就比较的轻盈，然后也能把它的厚度做出来。然后做厚度还有一个就是画这个褶皱嘛，画这个褶皱。就是这个转折，比如说这一根转折画了之后，它本来是这样下来的，但是有了这根转折之后，这一块就凸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一块是不会凸出来的。就可以注意一下，拿阴影去把其他东西给它凸出来，就身体边上这些画大印就会把那个人物凸出来，就会有一个厚度。然后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拜拜拜拜。我等到这个33分吧，喝口水。就稍微讲一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用到，可以用到。宝宝们辛苦啦，那就拜拜了，早点休息。好，拜拜。
我现在看到这个宝宝就想到龙图，我已经毁了，拜拜。